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农历新年快乐。然后今天呢，也是一样要做影片了。今天要讲昨天发布的策划面对面，为什么是今天才来做影片呢？因为新年不得空 ，OK？那么在我开始做影片之前呢，我发现到这一次的问题呢，有大部分都是我所问的问题。各位还记得之前我跟策划开会吗？所以今天的策划面对面算是公开了那一天我们开会所讨论的一些内容。那因为这些问题是我提问出来，我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希望策划可以分享一些游戏未来的发展方向。策划回答，他们正在针对执政官反馈比较多的玩法内容进行优化，这也是游戏未来将持续关注的方向。针对赛季玩法重复的问题，正在设计全新的更短时间社交组队更加自由的大型多人 PVP 战场玩法。关于赛季的这个问题呢，是我讲的，因为我有讲到现在 KVK 的时间其实很长，我们打一场 KVK 的周期需要50天，但实际上我们真正有战斗的时间可能就只有1-2天而已，然后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全部都是在种田。这样的游戏模式会让玩家觉得更加消极。如果是针对于一般王国来说，可能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针对于先锋王国来说，太长时间没有战斗的话，很容易导致到王国灭亡。所以我是有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出短期的 KVK， 从他们这里的回复来看的话，已经是在进行当中了。接着针对军器购买礼包后没有提升，正在设计类似洗练合成的玩法，提升执政官们获取新军器后的养成反馈。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开会的时候也是有跟他们聊过了，就是有很多玩家其实购买礼包了跟没有购买礼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尤其是针对于那些有买礼包但是并没有买特别多的玩家来说。所以其实策划他们有考虑要不要把我们的铭文跟铭文合成在一起。像我们现在替换铭文的情况下，就算是你有2个铭文，你把专属铭文换上去之后，2个铭文都会不见。所以那时候策划给我的答复就是，你如果原本有一个军器上面是有一个铭文的，另外一个军器上面也是有一个铭文的，就可以把这2个军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拥有2个铭文的军器。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不管是针对于有花钱的玩家来说，还是没有花钱的玩家来说，都是会有影响的。有花钱的玩家就会觉得那些没有花钱的玩家可以逐渐的追上他们有花钱的脚步，那些没有花钱的玩家就会觉得说，哇，那些有花钱的玩家不是变得更加厉害了吗？我个人是觉得说，只要是有影响到这种加强的部分呢，不管是有花钱还是没有花钱的玩家都会觉得不满意。那其实这个想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我那时候只是问他们问题而已，军器和装备会不会再次提升，又或者是2025年会不会推出更加多的新附加品，比如说坐骑、专属武器、宠物等等，或者其他需要开销的内容。但是我从他今天的回复来看呢，因为他们打算推出这个合成的玩法，我个人觉得合成的道具应该也是要花钱的啦，所以最后针对水晶科技的问题，正在回顾目前水晶科技带来的战损体验问题，并讨论优化方案中。那么因为策划这边没有明确的说他们要做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只能说策划线下说的东西。那策划他是有说过会重新调整水晶科技，但是具体改成怎么样并没有明确的说出。第二个问题，未来有没有将不同王国合并的计划？各位也知道这个问题是我问的啦。策划答复，随着游戏持续运营，王国间活跃人数差距在逐渐变大，部分王国被活跃人口过少的问题所困扰，王国管理难以组织起足够的人数参加埃及之战、KVK 等玩法。在近期线下见面会以及游戏内调研中，有非常多的执政官都提到希望进行伺服器合并，他们也认为合并伺服器可以一定程度缓解该问题。但是考虑到 ROK 独特的社交环境，他们会尽量避免采用系统指派强制合服的形式。目前他们已经开始推进相关方案的计划，方案设计完成后，他们会及时通过策划面对面等形式公布给大家，并收集大家的反馈。后来我去问了 EVA 才知道呢，原来 Arvix 他们也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包括之前我有做一个关于248的影片，也是有说到他们考虑未来要合并王国。所以也就是说呢，合并的事情呢，不是我一个人考虑而已，其实有蛮多玩家都在考虑着的。像这边就有提到他们不会强制合服，这个也是线下的时候我跟策划开会里面有提到的东西。因为我也是有跟策划讲关于合服的问题了，其实不是每个玩家都同意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强制玩家一定要合并在一起。那虽然策划这边并没有明确的说出他们是怎样去设计关于合并的东西，但是他私底下有跟我讲过了。
那我觉得他提出的那个想法是 OK 的啦，还可以接受。就是说策划他们其实有一个大概的方案呢，但是他至今为止都没有说关于合并要怎样去进行的问题呢，也就表示说他可能也是考虑到有种种的问题存在。所以我觉得说关于合并的事情呢，需要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去考虑要怎么处理啊，毕竟合并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否有想过要怎么让更多的玩家回流重返万国？策划回答，他们一直优化游戏的回归系统，并根据社区的反馈解决游戏的各项痛点问题，比如推出统帅置换的活动、移民令自动上架的功能等等，希望这些可以让一些回归的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同时他们也在定期推出召回活动，希望各位玩家召回以前那些战友来共战万国。那关于这件事情呢，他们线下也是有跟我讲的，那其实我是很直接的直接赏他们脸，我跟他们讲，现在回归万国呢并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游戏的发展太快了。我是直接跟策划讲，就算你给我统帅置换也好，你给我更多统帅也好，你给我移民也好，也没有办法追上当前玩家的进度。现在真正拉开距离的并不是统帅而已，那我回归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有资源的，没有加速。这个问题可能还可以去购买解决，但是军器装备要怎么追上呢？装备的伤害是固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还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军器要怎么追得上？现在军器有专属铭文跟没有专属铭文的差别很大，你们知道吗？所以我认为官方不管怎样做也好了，他们很难让一些玩家回流，也很难让那些新的玩家玩这个游戏持续玩下去。我是有跟他们讲过，其实与其你这样子搞，还不如你快点出万国觉醒的商店，让我们直接去购买账号，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最实际的。你与其花这么多钱重新培养一个账号，还不如你直接花钱购买账号，而且玩家购买账号的需求量还蛮大的。但是关于账号买卖呢，目前只有在国服有而已，国际服是完全没有的。那其实之前我也是有想过要做一个关于万国觉醒交易所的影片，但是我那个影片呢就是被 YouTube 下架了，本来那个影片就是做给 YouTube 的观众看的，结果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官方不管怎样做得好，都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多玩家问的问题吧，很多人在旧的伺服器养账号，然后等新的伺服器推出之后再移民，这种行为会导致游戏失去平衡点，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策划答复，新手移民设计初衷是当新的玩家想要跟其他伺服器的好友进行游戏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游戏早期更换伺服器，而不需要重新注册角色。随着游戏运营，该功能确实有被部分玩家用来获取额外的竞争优势，他们会重新评估该功能的设计，尽量给新伺服器的玩家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回答跟没有回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第五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说的，各位也知道我是移动设备的玩家本来啦，然后因为这一次 KVK 真的是太过猖狂了，拉扯太厉害了，所以我就从原本的 iPad 转换成电脑了。那这里的问题问到未来 ROK 是否会改善在手机游玩的战斗体验，因为游戏本身是为手机设计的，但是打 KVK 时手机操作明显不如 PC。在最近的好几个版本中，他们推出了快捷战斗过滤模式在内的一系列功能，来帮助手机端的玩家更好的进行战斗操作，未来也会针对这个方向做更多的努力。那其实我开会的时候有跟他们讲过，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让手机版本也可以连接键盘或者是滑鼠，就比方说像一些射击类的游戏，其实你用键盘连接手机的时候是可以完美的适配像电脑那样操作，但是手机版本的万国觉醒没有办法，你只能用滑鼠点击而已。因为我是说到现在不是每个玩家都有电脑，而且现在的手机性能也很强大，像近几年来一直推出游戏手机 iPad 或者是 iPhone 其实都可以玩万国觉醒，但是 PC 端明显操作是比起这些移动设备还有更加强的，没有理由让玩家特意为了万国觉醒去购买电脑嘛，所以我才跟策划说要不要考虑这件事情啊，就是可以直接连接滑鼠和键盘来进行操作。但是他们这边没有正确的回应啊，只是说他们最近更新了什么东西而已，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等。最后一个反馈也是我问的，哈哈哈。第六个反馈，还会考虑更多远程单位吗？目前远程太多了，失去万国觉醒战斗的方式，玩家都使用远程站着攻击的方式进行攻击了，很容易让玩家失去游戏的乐趣。我相信听到这个问题的观众都会觉得说，议员你不是一直强力推荐玩家去玩远程的吗？为什么你会提出这样子的问题？
那确实我是希望更多的玩家去接触远程，因为远程其实真的很不错的。但是万国觉醒之所以会这么有趣呢，就是玩家面对面碰在一起的那个打击感，那个爽快感是比起使用远程还要更加有趣的。当然我所说的爽快感并不是拉扯啊，并且你们试想一下，我假设说万国觉醒每个玩家都使用5个远程的话，之后的环境会变成怎样？而且在之前强攻劲弩我就已经有体会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大多数玩家都喜欢使用远程，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受到这么高的伤害。远程只是在后方输出而已，他们不会损失太多，这样对于那些在前线战斗的玩家来说不太公平，而且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你们战斗的进度不会改变。还有一个重点我会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有询问过明总。那各位也知道，其实明总在之前也是有玩过万龙觉醒，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弃坑了，因为万龙觉醒有远程单位，但是他们的远程单位更加夸张，可以一边行动一边攻击。那明总就有说到这样子的战斗方式很没有乐趣，只是站着互相对射而已，根本一点操作性都没有，很无聊，所以他才选择弃坑了。我也担心万国觉醒之后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才问策划这个问题。策划答复，目前他们还会继续推出工程统帅，但是他们会谨慎的评估工程统帅的战斗强度。实际上他们有一直在密切关注远程部队的战斗表现，并注意到了部分问题以及玩家们的担忧。可以肯定的是，颠覆玩家们的战斗体验并不是他们希望的。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对于远程做调整，以实现远程和近战部队在战场上的相对平衡。那我去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策划面对面所说到的内容。那其实我有写30个问题给他们这里他们所做的回答只是我的问题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但这边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我还是一个人而已，所以我有时候问出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不够全面，或者是考虑的不够周到。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想法只是想要为了让游戏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期的策划面对面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